这个将快刀手拦腰折断的人，就是蒙古摔跤手哈赤尔，太狠了！但还没完，这段将空明和尚脑袋扭转360度的画面，成了多少人的童年阴影。今天咱们就开始重温这部经典老剧《太极张三丰》。此时，张君宝还是少林寺的打杂僧人。中庭内，君宝和空明师叔设下了一个自动敲钟的机关。师叔，你这么弄，到底会不会响啊？放心啦，到时候一定会响的。君宝还是不放心，要触发机关试一下。钟杵落下，差点废了君宝的2颗荔枝。师叔乐得从房梁上掉了下来，又触发了一处机关。君宝一把抓住钟杵，出招够快，却不想师叔的腿法更快君宝一步。原来师徒俩费了9牛2虎之力，就是为了能脱身到山下开荤。师叔开导君宝和小和尚，喝酒吃肉根本不是问题，只要心中有佛，就一定能修成正果的。说着，就将一块牛肉塞到小和尚的嘴里，你也吃了，就不会告诉别人了。你说出去的，将来死了，阎王爷会割舌头的，知道吗？说话间，哈赤尔带着2个手下走了进来。这时，君宝几人的牛肉刚好吃完，见哈赤尔点了一碟红烧羊肉，太香了。师叔起身，我先来一块尝尝。一招顺手牵羊，店小二毫无察觉，一碟肉变成了半碟。哈赤尔可没那么好糊弄。哎，这是刚才撞你那个人。闻言，2个手下怒起，就要把肉夺回来。空明师叔手法巧妙，仅凭一双筷子就将2人制服。2人还想动手，被哈赤尔叫住。既然他们喜欢吃羊肉，那就送给他们吧。师徒3人刚想吃，门外就传来了打斗声。原来是一个蒙古摔跤手在与汉人比武，汉人没走过2个回合就被摔跤手锁住。空明师叔不忍看着同胞受辱，让君宝上去教训下摔跤手。可君宝看着场上的摔跤手，他全无胜算。师叔告诉他，摔跤术发力在腰不在手，只要你封腰破势，便可胜出。此时汉人如同玩物般被摔跤手举起，转了100多圈才将其抛出。君宝接住同胞，与摔跤手站到一处，果然一招封腰破势让摔跤手无处发力，几个照面就被君宝凌空一脚踢飞。这时哈赤尔的手下突然出手，打得君宝毫无还手之力，直到打掉君宝的帽子，原来是个和尚。哈赤尔再次制止手下，放了他。回少林的路上，师叔告诉君宝，这个为首的蒙古人武功深不可测，日后遇到了一定要小心。却不想刚回到少林，哈赤尔竟抢先一步赶到了。原来在20年前的一场比武，哈赤尔的师傅败在了方丈空灵大师的手上，这对蒙古摔跤手是莫大的耻辱。哈赤尔苦练摔跤术20年，这次来到少林，就是要为先师一雪前耻。空灵大师自知这一战不可避免，与哈赤尔约定，明日午时在大雄宝殿一决胜负。明天总算可以领教中原少林的绝技。傍晚，大弟子季申找到方丈，他完全不把蒙古武功放在眼里，摔跤功夫只是用蛮力，怎么能和少林功夫的博大精深相比？空灵长叹，蒙古的摔跤术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在60岁武功正值巅峰的时候和哈赤尔的师傅交手，才险胜2招。如今事隔20年，所谓拳怕少壮，这一战恐怕凶多吉少。季申闻言，当即就要替师傅出战哈赤尔。空灵考虑再三，决定和季申比试一下。如果季申能够胜出，就由他出战。果然拳怕少壮，几番交手，年过古稀的空灵方丈渐入不敌之势，终被季申一掌击退，败下阵来。次日午时，大雄宝殿外，双方如约而至。空灵方丈告诉哈赤尔，贫僧年事已高，不想妄开杀戒。论辈分，我又不能以大欺小，今日就由我的大弟子季申出战。蒙古的武功据说神奇，我早就想见识一下。哈赤尔冷哼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蒙古摔跤术。季申亮出了兵刃月牙铲，哈赤尔也卸下了外套。君宝和师叔在暗处观看，双方眼神冰冷，杀招尽出。季申手持月牙铲，攻势凶猛，但都被哈赤尔以金刚护腕化解。几番交手，季申就被哈赤尔锁住了脖子。季申翻身挣脱，却又被哈赤尔锁住，随即朝天一铲，化解了哈赤尔的攻势。直到一缕阳光照在了哈赤尔的身上，反射出耀眼的强光，哈赤尔趁机踢翻了季申。想不到堂堂少林大弟子，拿兵器都打不过我。少林寺100年声誉不能毁于一旦。空灵方丈看向众弟子，竟无一人敢出战，只好自己冒险一试。就在2人要动手之时，空明师叔挺身而出，对付这种蒙古人，要得由你出手。
让我来。空明缓步上前，竟要空手迎战哈赤尔。哈赤尔冷哼：“只要你能从我身上拿走一样东西，就算你赢。”那这个贪图酒肉的空明和尚会是哈赤尔的对手吗？